我是一名文物修复师，刚刚完成了对布莱克伍德家族传世玉镯的最后一道精细修复工序。这是件唐代文物，价值超过2亿美元。我未婚夫的长妻帮扶对象派珀芬奇突然闯进来，一把抓走了玉镯。安雅，我就摸一下好不好？求你了吗？他娇滴滴地说。没等我回答，他就把那只宽大的玉镯套上了手腕。哇，我太喜欢这个了，你就该把它送给我。他凑近，声音带着怂恿的意味，你可以给客户做个仿品吗？他们又看不出来，好不好吗？求求你啦。我耐着性子解释，教唆我犯罪本身就是犯罪。下一秒，玉镯砸在我工作室的水泥地上，碎成了无法修复的残片。派珀低头看了一眼，撅起嘴做了个小小的懊悔的表情，还吐了吐舌头。哎呀，我太笨手笨脚了，我可真是个大笨蛋。他抬起眼，无辜地眨了眨，不过没关系，对吧？你是最棒的，安雅。我知道你能修好它的。他溜达着走了，留我一个人面对这个足以让我破产的2亿美元损失。我的未婚夫格兰特·索耶没有责怪他，都怪你自己没保管好。为什么要为难派珀？钱总能赚回来的。别惹派珀不高兴。派珀咯咯地笑起来，比了个剪刀手。我才不会不高兴呢。请我吃顿火锅就好了。一顿不行就2顿。这肆无忌惮的一切，足以诱发我的心脏病。我伸手去拿药，却发现药片全被换成了泡腾维 C 片。在被抬上救护车时，我看见派珀在格兰特怀里委屈地撅着嘴。安雅总是这么情绪化。我只是想给他补充点维生素，让他的皮肤更好吗？我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回到了工作室，正好是我完成修复的那一刻。派珀正拿着玉镯，眼神里满是贪婪。安雅，你就该把它送给我。你可以给客户做个仿品。在他给客户做个仿品这句话还没完全说出口时，我一把夺回了玉镯。我砰地关上保险库厚重的门，果断地转动密码锁，发出清脆的咔嗒声。绝不可能。他一脸震惊，歪着头，像只困惑的小狗。为什么不呢？为什么不行吗？我没费心找借口。我伸出手指，直直地指向门口。派珀，芬奇，拎上你那廉价的帆布包，出去。你被开除了。他慢慢地眨了眨眼。啊？我不明白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深吸一口气，朝我的助手萨姆点点头，示意他看住保险库。然后我不由分说地把派珀往出口推。你被解雇了。他身体僵住，手指抠着门框。是格兰特让我来这实习的。这才半天。你把我赶走，我怎么学东西？啪！我一巴掌扇在他脸上。你让我把客户的无价之宝送给你，还要我造假欺诈。你毫无职业道德，是法盲，更是道德败坏。你不配待在我的工作室，不配当修复师，连保洁都不配。他捂着自己通红的脸颊，嘴唇颤抖着，一副受伤委屈的样子。我开玩笑的，我又不是真想要。我到底做错什么了吗？我扯出一个毫无笑意的笑容，开始把他往主出口拖。是我错了，我这小庙容不下你这尊大佛。保安，立刻把芬奇小姐请出去，永久禁止她进入大楼。看着保安把派珀架走，我终于颤抖着呼出一口气。格兰特从派珀17岁起就一直资助他。他毕业了，他非要让他来我这里。他是历史专业的，听起来合适，我就勉强答应了。谁能想到，他来了半天，就让我失去了一切，包括我的生命。上一世，我被那些维 C 泡腾片噎住，胸口被挤压的恐怖记忆，再次带来一阵熟悉的剧痛。我手忙脚乱地摸出备用药，立刻吞下一片。这一次，玉镯是安全的，派珀也被赶走了。我只需要再撑几个小时，等到下午2点的交接。我靠回椅背，希望能得到片刻安宁，但萨姆又冲了进来。安雅，传世玉镯，它碎了。我猛地站起来。什么？怎么会？
萨姆结结巴巴，双手搅在一起。是索耶先生。他把派珀带回来了。然后他自己打开了保险库，空气瞬间从我肺里抽走。保险库密码只有格兰特和我知道，只有格兰特，我的未婚夫，我以为可以信任的那个人，成了我唯一没控制的变数。我猛地推开修复室的门，眼前的景象让我从灵魂深处感到一阵寒意。派珀正哼着不成调的曲子，试图用一管强力胶把上百片玉镯碎片重新粘合起来。我只是想待1分钟，感受一下千年的能量吗？他抱怨道。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就滑掉了。格兰特，他抬起泪眼汪汪的眼睛看着他，我真的这么没用吗？我什么都搞砸。格兰特，我的未婚夫，正抚摸着他的头发，他的声音温柔的令人心碎。没人会怪你，小派，就是个滑溜溜的手势而已。好了，别哭了。但派珀哭得更凶了。安雅会更生气的，就因为我早上想摸摸他，他就把我开除了。我一定要在他回来之前修好他。加油，派珀，你可以的。格兰特顽皮地弹了一下他的鼻子。没事的，你的格兰特会搞定他的。我抓起手边最近的东西，一个沉重的陶瓷水杯，直直朝格兰特脸上砸去。没事，一件千年文物毁了，你还护着它，反过来威胁我。格兰特抹掉脸上的水，表情难看。安雅，够了，不过是个摔坏的首饰。派珀已经在努力修了，而且他都哭了。你还想怎样？他哭了，所以他的眼泪值2亿美元。值我的命。我笑了，掏出手机。行，我报警。派珀非法闯入我的工作室，毁坏客户财产，让法律来决定。格兰特猛地一拍，打掉了我的手机。我不准你这么做。你想让他留下案底，毁了他一辈子吗？安雅，大度一点。都像你这么斤斤计较，世界早乱套了。怒火冲上我的头顶。我扑过去想扇他，但他铁钳般抓住了我的手腕。你不就是想要钱吗？行，我赔。我盯着他，牙关紧咬。他以为钱能解决，他不过是个中层白领，拿什么赔？上一世，我变卖了工作室，向所有亲友借钱，差点把自己逼死才凑足2亿。而他只给我发了条信息，他给了我5000块，不是5万。不是500万，5000。他说，宝贝，我的钱要攒着给我们建个家，以后你就不用受苦了。他不想我受苦。他每月给派珀2万零花钱，而我们5年的感情只值5000。我在救护车里濒死时，他在安慰派珀。他甚至没看我一眼。现在，他却愿意为他倾家荡产。行，我成全他。我们完了，格兰特。我不会当这场灾难的共债人。婚约取消。格兰特眼睛瞪大了。分手？就因为一笔赔偿费？赔偿费？我笑了，一声尖利、难以置信的冷笑，正准备说出那笔债务的惊人数字，派珀却冲了过来，献宝似的举起那团粘着碎玉的强力胶。安雅，你看，我修好了。文物修复一点都不难嘛。我几分钟就搞定了。他得意地朝格兰特眨眨眼。格兰特，我是不是很有天赋？格兰特笑了，表情融化成了宠溺。你最棒了，小派。受到他赞美的鼓舞，派珀掏出手机，在他常用的应用上开了直播。他把那胶水糊满的玉镯直接对到摄像头前。相信我，家人们。文物修复听着高大上，其实1瓶胶水就能通关。看看我刚修好的这只热乎的、新鲜的千年玉镯，无师自通，一次成功，耶！评论区瞬间爆炸，快报警！他是在整活吧？观看人数几分钟内飙升至数万。格兰特冷冷地瞥了我一眼，立刻开始往直播间里刷虚拟礼物，10个最贵的，嘉年华。哥永远挺你，小派。他打字道。我的助手萨姆脸色发白，疯狂地刷新着直播间。安雅，糟了，上热门了。
万一他看到了怎么办？要不要让他关掉？我摇摇头。太晚了。这玉镯是布莱克伍德家族的传家宝，被视作家族的命脉。布莱克伍德家族是国际财团，收藏界的终极守门人。我免除了修复费，就是为了换取他们一个人情，一次关键的人脉机会。上一世，派珀打碎后，我向布莱克伍德先生卑躬屈膝，甚至被用枪指过头。仅仅是因为对我记忆的那一丝尊重，他才同意以2亿美元了结此事。但得罪布莱克伍德家族，代价远不止金钱。我的手机响了，看到来电显示，我接起电话，语气恭敬：“你好，布莱克伍德先生。”安雅，她的声音平静的可怕。我在网上看到我的玉镯了。那个天才修复美少女让千年文物现身直播间，是什么鬼东西？怎么回事？冷汗浸湿了我的手心。布莱克伍德先生，没等我说完，派珀一把抢过手机。嗨，布莱克伍德爷爷，我是派珀，那个天才修复师。是我修好了您的玉镯，不是安雅。他一点忙都没帮。布莱克伍德先生的语气难以捉摸。哦，你管那个叫修好了？派珀兴奋地点头，对呀。怎么没修好？我超级努力才为您粘回去的，布莱克伍德爷爷。电话那头陷入漫长的沉默。安雅，下午2点，我要看到玉镯完好无损，否则你知道后果。没等我回答，派珀欢快地说，别担心，布莱克伍德爷爷，我会亲自给您送过去的。电话挂断了。派珀开心地抱住格兰特转了个圈，然后不屑地甩了甩头发。看吧，安雅，你就是想太多。布莱克伍德爷爷人可好了，我们1分钱都不用赔。我无言以对，只是转身对萨姆说，萨姆，通知大家提前下班。芬奇小姐会亲自将玉镯送到布莱克伍德庄园。萨姆深深吐了口气，如释重负地拍了拍胸口。我收拾好东西，走向我的车。格兰特和派珀立刻钻进了后座。开车，送我们去布莱克伍德庄园。他的语气是命令式的。我笑了，一种紧绷、不快的笑声。凭什么？格兰特眯起眼睛打量我。布莱克伍德先生要求交接时你必须在场，你需要出席。他停顿了一下，脸上闪过一丝真实的焦虑。他提到的后果到底是什么？派珀会有危险吗？我以前偶尔提过布莱克伍德先生的名声，看来他至少听进去了一点。我的声音故意带着戏谑。你觉得呢？格兰特恼了。安雅，派珀的安全要紧，你就不能正面回答吗？看着他太阳穴跳动的青筋，我笑了。布莱克伍德先生一句话能成就事业，也能让人消失。派珀觉得他人好，他对自己孙子毁了件古董也只是轻视，对外人下场往往惨得多。我等了一会儿，决定给他们最后一次自救的机会。也许我们还是该报警。有警方介入，布莱克伍德家族至少会有所顾忌。为什么要报警？派珀瞪大眼睛。玉镯修好了，布莱克伍德爷爷也接受了呀。安雅，你一直说报警，你是巴不得我进监狱吧？他脸上突然闪过一种做作的恍然大悟。我明白了，你就是嫉妒格兰特对我好，所以想让我死在牢里，对吧？那样格兰特就是你一个人的了。他转向格兰特，挤出一个心碎又丑陋的笑容。没关系的，格兰特，如果我非死不可，我会的。但你答应我，下辈子你要在我那酒鬼老爸打死我之前找到我。答应我你会继续照顾我。格兰特双手攥成拳头，眼睛布满血丝。安雅，他扬起手，狠狠扇在我脸上。你敢动他一根头发，我杀了你。这一巴掌极重，我的脸颊火辣辣的疼，嘴里尝到了血腥味。我舔了舔嘴唇，然后毫不犹豫地转身，同样狠狠扇了派珀一耳光。他脸上留个印，你心里留个疙瘩，格兰特。公平交易。
派珀愣住了，随即在格兰特怀里爆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哭。格兰特，为什么安雅总是欺负我？格兰特眼中闪过纯粹的恨意，他再次抬手要打我。我迎着他的目光，没有退缩。他眼中充满了厌恶和憎恨，不见一丝他曾发誓过的爱意。然而，当初是他死缠烂打追了我2年，跪着哭着求我嫁给他的。从什么时候起，他的视线完全被派珀占据了。看着我苍白肿胀的脸，他的手僵在半空。是你的心脏病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吃药！我的手颤抖着伸向车门储物格里的应急药瓶，倒出来的却只有丝丝冒泡的泡腾片。那种突然的、令人窒息的恐惧感又回来了。派珀早上磨磨蹭蹭，找借口留在车里。原来那时候他不仅换了公寓的药，连我车上最后的应急药也换了。难道我注定要再次死在他手里？见我僵住不动，格兰特焦急地催促：“安雅，快吃啊！你为什么不吃？”派珀双手抱头：“天啊，我不知道安雅有心脏病，我还以为只是维生素 C 呢。我以为泡腾片更甜更好吃，所以我就换了。格兰特，我又做错了吗？为什么我总是这么笨？”格兰特摇摇头，语气依然温柔：“没事的，小派，不怪你，你是一片好心。他在告诉我，我因他而死也没关系。他真以为派珀杀了人，也只不过是天真笨拙。这情景与我上一世的死亡惊人的相似。绝望中，我摸索手机想打911，但手指却在夹克口袋里触碰到一个又小又硬的东西，是我之前吞下的那片药。我掏出那唯一的一片药，干咽了下去。胸口的窒息感终于开始消退。格兰特长长松了口气：“安雅，你自己的药要自己看好。你刚才吓死我了。”